经过一番波折，这部台北来的红色 R107的300 SL 大哥已经完修了。我们现在来看到它的这个系统压力，现在已经在5.8左右。这个在符合厂方的要求。刚还没有换汽油泵浦之前，是在4的压力，4公斤的压力在那边漂移。那左手侧左边这个是泄油压力，都在正常的范围。好，大哥试着加油。你的系统压力还是很稳定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含氧量的部分。因为含氧量大哥是从后面排气管这边接过来的，从排气管这边接过来我们来从含氧量大概就可以推伸出来它的吸油值我们来看大概含氧量在10.9左右，这也是符合厂方的要求。如果验测的话，应该这是属于第一期的验测标准，吸油值在4.5%。以张大哥预估，这部车的吸油值应该在1%到2%之间。以这个含氧量左上角的含氧量，应该在1%到2%之间。那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位置的这个位置的怠速调整螺丝也是很正常的是正常，不像上次我维修的那台是银灰色那台台中来桃园来那台107的300 SL， 它就转速很高没办法调下来。那大哥这次整修的部分，高压线，大哥有检查它的火花，都 OK 的，所以我看这个分电盘也是新的，所以它分电盘部分是 OK。点火线圈这边过来的火花都够强，火星塞大哥已经全部都换掉了。那至于说那个它的喷油嘴这6只喷油嘴大哥已经全部都换掉了。那再来这一颗缓冲器，它原来是会漏油的这条管子它会漏油。那大哥已经找了一颗外汇的良品，已经把它换掉了，所以目前这管子都是干干的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油。大哥已经把它接上去了，大哥已经把它接上去这条管子。再来加热阀的部分大哥有调教过了，所以它泄油压力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如果堵住的话，它就会跟系统压力大概都会很接近。那再来这几条单向阀，大哥都已经该束管束的我都束了。那这个会使得我们的中控锁，它左右中控锁，它可能一熄火之后呢，中控锁就没办法同时联动。目前我有检查过它的中控锁的真空度是 OK 的是没有漏真空。那大哥只是把这个管束全部都该束的都束好了。那它在右前轮的储气筒是这条管子，也没漏油，也没漏真空，都很 OK。大哥再试着来加速，反应非常好。大哥到车子里面来，我们来看它的怠速，目前在维持在800多900之间。好，大哥在应该是在热车了，温度在快接近80度。好，我关掉电门。好，大哥再重新发动。这1点就着，是非常稳定。只是大哥发现说，它的这个排档这个地方，排档杆有稍微会晃动，那会晃动，就是这个地方它会晃的，几乎没有 absorb 这个是因为里面的连杆
还有胶套已经磨损了。这个大哥在帮他介绍到那个保养厂去处理。至于说他这2个中控车门的开关，车门的开关有一个是不良的，那我来看左侧的，左边的是不动作，我按左边的是不动作。大哥在找时间把他的开关把它整修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弄好。好，我试着加油了。这高速是很顺畅的。我们来看看真空度，怠速的时候真空度几乎快满档在9分满的地方。好，大哥现在入档。不过这部车子有个很大的问题还没处理的，就是它刹车。它刹车的行程是暖的，也就是它会踩到，它会不自觉的踩到底。那因为车子有跟我讲说，它的左前轮好像是分帮已经锁住了，就可能没有退回来，造成它的这个行程，暖的这个刹车一踩起来是暖的，我很容易踩到底，所以这个大哥也不太敢试车，就必须要把这刹车弄好，否则这个老车是撞不得的。OK， 好，那大哥现在想办法把刹车把它踩到底了。它行程很深的，没关系。我现在入 R 档，它转速掉下来，因为它这部车子是没有这个年代1985是没有那个自动怠速功能，所以说它转速会掉下来。OK， 好，我再来入 R 档。转速很稳定，不过感觉上因为变速箱撞击比较大一点。好 ，N 档，低档，低档降的稍微小一点，撞击声音也比较小一点。R 档撞的是比较厉害。好，大哥把引擎关掉，好，发动，好，加油。高速还好，不过大哥有检查过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缸压稍微差了一点不过这个老车这是难免的，但是都在合理范围。但是记得我们的老车一定要加95，千万不要加92，因为会有积碳，所以造成压缩比会过高。好，我们到外面我们来听听这个汽油帮补的声音。大哥已经把汽油帮补换过了，现在很安静了。就很细的声音，这才是最正确的。那还没换之前，那声音是很大声的。大哥换汽油帮补，那滤芯是没换，我觉得滤芯是还 OK 的。那汽油帮补该换了，我们就一定要换掉。好，这终于把这部车已经弄完成了。那交车之后呢，大哥会请他赶快去把刹车部分弄好，因为车子能跑，但是也要能停能走也要能停。大哥今天的报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压力，终于回来了，大概6公斤左右，终于回来了。好，大哥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拜拜。